创造前所未见的速度，安徽女飞人李玉婷最后50米狂飙，甩开日本选手夺第一。大家好呀！就在2023年7月16日举办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上，中国2个女飞人表现亮眼，她们就是女版苏炳添、袁琪琪和高冷女神李玉婷。李玉婷21岁，是安徽省阜阳人。很小的时候，短跑天赋就被老师发现，在国家的培养下，李玉婷不仅在接力赛表现出色，就连女子100米和200米的项目上都拿到过全国冠军。本次亚锦赛200米的预赛上，李玉婷拿到黑色第8道。这个运动员的挑战十分大，人类奔跑的时候不自觉看向右边，但是第8道右边空空如也，所以弯道起跑的不适和看不见对手的无奈，李玉婷只能靠自己克服，还要时刻小心日本主力之一，这位一看就是训练很猛的阿里莎。不过她是在第3跑道。让我们直接看到比赛吧。中国姑娘太厉害了，直接甩开了日本选手，以23秒99的成绩拿下了小组第1名，成功晋级半决赛。阿里莎追得那么猛，拿到了第2的名次，成绩是24秒12。在李玉婷准备半决赛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袁琪琪的表现如何。袁琪琪28岁，江苏张家港人，特别擅长100米和200米。本次比赛位于第4跑道，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则是位于第7道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。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。在最后的冲刺阶段，袁琪琪奋力冲刺，最终以24秒62的成绩拿下了第4名，成功晋级决赛。第1名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，他打破了24秒大关，跑出了23秒98的好成绩，是预赛第1名。让我们看到半决赛。半决赛还是分成2组，首先看到袁琪琪，这一次中国选手位于第2跑道。只有成绩在半决赛中位于前8名才能进入决赛，8位选手都十分紧张。终于比赛开始了。很遗憾，袁琪琪在群狼环伺的情况下拿到了第6名，成绩是24秒00，比预赛提高了 0.65秒。但是这场比赛有5个人打破24秒，甚至印度选手亚吉拉跑出了23秒29的好成绩，实在是不容易。现在就剩下独苗李玉婷了。得益于预赛的良好表现，李玉婷这次是在第5跑道的位置，日本选手则在第4跑道。这个安排，日本选手心里笑了，绝对能阻击碾压李玉婷。然而等到比赛开始，他才知道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，他的想法都是纸老虎。最终李玉婷第1个越过终点，日本选手紧跟其后。李玉婷以23秒52小组第1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，日本选手再次拿下第2名的宝座。在本次比赛中，李玉婷直接拉爆了日本选手，全程保持着领先优势。在人群中，李玉婷的身影分外明显，这就是咱们田径的希望啊！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。现如今国内田径人才辈出，100米、200米的项目中大有人在。女子短跑100米现今也就只有韦永丽跑得最快了，特别是在2018年瑞士国际田径赛女子100米赛中，跑出了10秒99，创20年以来的亚洲女子100米最好成绩。韦永丽在短跑方面很有天赋，从100米跑11秒24到10秒99，但韦永丽在起跑方面还需要加强。
他们说是不是出演？Le 100 mètres féminin, couloir numéro 2, Delphine 3, Osparano, Sanchez 4, la chinoise, en 11 secondes, 0-0, et le vent est 4,2. 而在女子200米的项目上，那就只有葛曼棋了。在2020年5月，中国田径举办的福州特许赛上，福建女子短跑选手葛曼棋以22秒69的成绩，200米项目的冠军，成为世界田径2020赛事的世界第一。而这也是22年来国内最好成绩了。之前的22秒01的记录是李雪梅在1997年10月22日。在第8届全国运动会创造的，那时候的葛曼棋才刚刚出生。葛曼棋的全身赛轮马出发了。葛曼棋这是一个知道。而到之后，湖南小将黄桂芳又创佳绩。作为湖南省最有发展潜力的短跑运动员，曾参加南京亚青会女子200米决赛并获得冠军。随后又在亚洲青年赛场上取得的首枚金牌，在100米、200米的项目中表现都还可以。而在女子4乘100米的比赛中，黄桂芳的表现更加出色。而在2018温哥华国际田径赛女子200米决赛中，表现得更加出色。葛曼棋在第6跑道，黄桂芳在第4跑道，而黄桂芳左右两边都是黑人，这压力也是巨大的。鸣枪声响起后，黄桂芳就冲了出去，但明显爆发不是很足。不过在之后，黄桂芳疯狂加速，在之后超越了2名黑人，最终黄桂芳以23秒76的成绩夺冠。葛曼棋23秒84获得亚军，而周彦兵则是获得了24秒82，获得第8。
中国姑娘200米再胜日本队，拿下亚洲第3。7月份举行的亚锦赛落下帷幕，其中出战的小将闪闪发光。尤其出色的有一位200米选手李玉婷，她是短跑选手，一路在亚洲顶级高手中走到了最后的决赛。这里她要面对另外7大高手，日本、新加坡、印度等国家的顶级高手，其中印度的亚拉吉在7月14号的女子100米栏项目上一骑绝尘，以13.09秒的成绩拿下金牌。而来自新加坡选手佩雷拉，这家伙就更厉害了，在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上力压葛曼棋伊朗选手法尔扎内，以11秒20的成绩拿下女子100米霸主。让我们回到女子的200米决赛上，这一次李玉婷站在了第5跑道，她2次小组第1的成绩发挥了作用，这是个黄金位置啊！让我们屏住呼吸，看到这场亚洲顶级的女子200米对决中。1ฟิลิปปินส์2เลบานอน3อินเดีย4ญี่ปุ่น5จีน6ญี่ปุ่น7คาซัคสถาน8สิงคโปร์ดูครับเอเดราเวนิก้าชันตินะครับอยู่นอกสุดนะครับ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ด้านในจะโยติวาราจิมา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และจากจีนครับหลี่ยู่ถิงจากฟิลิปปินส์ก็แรงขึ้นม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ครับดูครับเวนิก้าชันติ中国选手李玉婷第3越过终点，为中国队再拿1枚铜牌。小姑娘跑出了23秒25的成绩，亚军是印度选手亚拉吉23秒13，差距是0.12秒。冠军是新加坡选手，这一位简直太快了，而且他打破了23秒，以22秒70的成绩拿下了亚洲女子200米的冠军。她可以说是新一届的亚洲短跑女皇。李玉婷拿下季军，这个成绩绝对不是差劲的，而是非常棒的。李玉婷在亚锦赛中再次创造了最好成绩。李玉婷原本个人最佳是23秒63，但是当她真正站上亚锦赛的跑道，这个才21岁的小姑娘一度突破自我，在半决赛她跑出了23秒52，提高了0.11秒。决赛中李玉婷再次爆发，直接跑到了23秒25，这个成绩在2023年整个亚洲来看都能排在第5的位置，实在是不差的。而且李玉婷在预赛和半决赛的表现也是十分亮眼了，日本选手被牢牢压制，3场比赛3次被甩开。当然，从总体来看，中国队的短跑项目在亚锦赛上十分难出头。首先是100米赛场，女队这边预赛就有失误，梁小静因为抢跑犯规提前出局，只剩下葛曼棋孤身挺入决赛。葛曼棋在旧伤的影响下，依旧能发挥出一定的实力，甚至拿下1枚铜牌。不过男子100米就格外难受，种子选手陈冠锋半决赛出局。不过还有2位选手进入决赛，陈家鹏、杨俊翰，无奈实力差距不小，最终遗憾落败。跨栏项目上，女子的100米栏开场有优势，但是在决赛中还没跑出1个栏，吴艳妮就因为抢跑犯规直接罚出场外。幸好男子110米栏还有希望，徐若一更是狂飙出13秒39，位列第2，终于拿下1枚银牌。日本选手高山俊也13秒29夺金。同样是200米，男子由亚洲200米领军人物谢震业出战。谢震业站在第3道的位置，第4道是日本新晋小飞人提泽飞宇。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。คู่ที่3นะครับ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โอปุนเดนั้นอยู่ในคู่ที่5ดูครับวันนี้คนอื่นสอดแทรกมาได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นะครับครับออกสตาร์ทมา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เฉินเย่ทำท่าจะรวบนักวิ่งจากญี่ปุ่นมา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โอปุนเด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เร่งขึ้นมามีจากเชนิสไทเปแรงขึ้นม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ครับจากจีนเฉินเย่ขึ้นมาแล้วญี่ปุ่นก็ไม่ยอมครับอุซาวะเร่งแซงเฉินเย่ขึ้นไปได้แล้วก็ขึ้นเป็นที่1กับที่2เป็น没错，谢震业5元3甲只拿到了第4名。在比赛中，原本保持优势的谢震业速度突然慢了下来。此时，他的脚下传来剧痛，旧伤复发，他只能放弃角逐。แซงแบบแซงแบบฉีกกระดาษเลยครับโดยที่มียังชุนหา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งเชนิสไทเปแล้วก็นักวิ่งญี่ปุ่นอีกคนหนึ่งนะครับที่เข้าใจเป็น虽然亚锦赛有遗憾，但是世锦赛还是有机会，中国队一定能翻盘。
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。